过新年的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全部人都有家人，只是我是最后一个生下来一个人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彤。我在17岁的时候失去了我的阿公。我是 Alison， 我8岁的时候失去了我的妈妈。我是景晴，我20岁的时候失去了我当时的男友。我跟妈妈的关系以前是蛮亲的，她是一个非常 strong-willed 跟 independent 的 person。然后有时候星期天她会带我出去，她会带我去买东西，会什么都买给我的。其实我跟我的阿公的关系是很奇妙的，因为小时候我跟他来讲说不是特别的亲，他其实是很喜欢出去赌博啊、喝酒，然后他就算是不常在家里的。大概9岁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就好像变了，知道要怎么疼我们，所以他就开始会以各种方式来拉近我们的关系啦。当时我们是高中的时候同班，就到了高2的时候开始就对彼此有兴趣，然后就开始谈恋爱了。我们谈恋爱谈了就3年吧，也认识他的父母，认识他的家人。我还记得我8岁的时候，当我学校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去了冰丹，回来的时候他就生病了。本来他的病是蛮普通的，他就躺在床上躺了2个星期，有下去看医生几次，然后2个星期后，我的阿姨就说她要带他去医院，然后在那里他们发现到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医生就说他的囊全部都变到白色，他在 ICU 1个星期了后，医生就说他脑死了，就没办法就关了那些 machine。当时他是在病营的时候发生事故，坐在车上的时候车翻了，然后不幸的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过世了。我们家族都有遗传说，好像说心脏都有一点问题嘛。他晚上的时候突然觉得呼吸好像胸口闷闷不舒服，然后我的阿嬷就驾车载他去医院，然后就去医院做检查啊，什么这种东西的，全部都没有事。然后过后他就坐在那个医生的那个桌子，然后 consultation room 那边，医生就跟他说：“哦，安哥啊，你没有事情啊，很好，check out 全部都 OK， 你可以回家了。”然后过后他说，我的阿公就在那边，哦，谢谢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然后他说，哦，下次再见。然后他就双眼翻白，然后就去世了。过后他们有说要做那个解剖啦 ，to find out the reason， 可是过后我们就说不要，对 ，but then 过后就 rule it as cardiac arrest 咯。其实那时我觉得我是蛮 blur 的，我记得那一天，我走进医院然后我还以为他是 OK 嘛，所以我还在那边跑着玩着，就是还是蛮开心的啦。然后我就看到我的亲戚他的眼睛好像很红。然后我看来看去，为什么全部人好像在哭啊？然后就问人家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没有人敢告诉我。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跟我讲，她的脑没有用了。然后我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是说不能用没关系咯，还是可以挡在那边对吗？她还活着对吗？然后我的阿姨就牵了我手，她说来我们送妈妈吧。然后我 sorry。我就进去了，然后我才发现到他们要做什么，就是他们要把那些 machine 关掉，所以是蛮受啊，就是哭了很多。我就是牵着他的手，我记得他的眼泪有流下来，然后他们就关掉那个 machine，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声音，这样，滴，就这样他真的走了。我刚好在 A level。我考完最后一张 paper， 我回来，我很累很累，我就躺在床上，我就直接就睡觉。睡觉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就，我妈就摇醒我，她说阿公走了。我说啊，阿公走了？什么？我以为我在做梦，然后我就整个人很难受，因为第一次有亲人去世，所以我整个就不懂是生理上还是什么，你身体跟那个麦不会 process 这样right，我就突然间整个身体就不舒服，我就吐出来。那天早上，我跟我妈妈在运动场运动，然后突然间收到她的来电，
然后我听电话的时候就不是他的声音，是他朋友的声音。然后他朋友就说他发生了意外，伤势挺严重的，然后叫我尽快去到医院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混乱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伤势严重是多严重，也没有详细的内容。所以当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的时候，就真的是愣住了。然后好几秒之后才发现说哦，原来他已经过世了。对，我只记得我就哭得稀里哗啦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整个 funeral 都没有哭，我每个人哭到像鬼这样，我都没有在哭，因为我不会 process。你看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就每个人回去 rest 的时候，我就走去他的 study desk，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，然后我妈妈就跟我一起看，然后妈妈就看到，看他 calendar 上面，然后 calendar 上面有一个圈，但他的圈是我的 birthday， 因为他去世的4天过后就是我的 birthday， 所以他圈在那边，然后他放我的名字，然后生日，然后我就哭了，然后我就，每次我生日的时候，他都会打电话，然后我讲 Happy Birthday， 但这次他就没有啦，真的就是那几天的那种累积的全部就一次给我释放出来了，没有。那18岁也是我第一次去 funeral， 我没有看过一个 funeral， 也不明白那个 concept。我有问了我的家人就会发生什么事，我的家人是信主，所以我的家人会跟我说以后就会再看到他已经去 heaven 了这些东西。他就说妈妈的尸体会放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全部会来看他最后一次啊。我不明白死的意思嘛，所以我是蛮 excited， 又可以看到妈妈了。他们说会穿着美的衣服，会放着很多化妆品，然后我看里面的时候，我就吓了一跳。我从那天起，我什么都不敢看进去了。前面几天办丧事的时候，其实感觉情绪还是可以稳定的，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嘛，然后就跟周围的人谈起他是怎么样的人啦。到了葬礼的时候，心情就非常难受，就也是哭得稀里哗啦。反正就是就感觉很害怕、很伤心，不知道接下来没有了他的日子会怎么过了。当我妈妈去世前，我爸爸也没有跟我们住，他会每个星期六就带我出去玩，半天这样。妈妈失去了后，他就没来看我了。我记得那就是一个蛮大的改变，就是每天我早上起来转过去，妈妈不在。我记得我心里也是觉得越来越怕，什么都怕，我怕鬼，然后我也怕自己死，我也怕生病。我长大的过程就是有很多我需要妈妈的 moments 啊。我第一次来了月经的时候，因为是一个非常 intimate 的东西嘛，我记得那一天我坐在厕所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有妈妈这里多好，我什么都不用怕。虽然我没有妈妈，我还有很多妈的 figure 在我旁边，我有我婆婆，我有我的阿姨，我也有很多姨婆，我知道他们是非常疼我的，我也觉得我没有少过什么爱啦，就是还是不是妈妈咯。过新年的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全部人都有家人，只是我是最后一个生下来一个人的。我觉得是过节的时候是最看得出改变的，就是通常以前过节他都会在那边，现在他不在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过节后的，然后第一个我们庆祝的新年，我们就吃团圆饭，然后吃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忘了，你知道，我就阿公呢？阿公在哪里？然后就讲完过后我发现他不在，然后我就真的一个人走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再看到他。那时候我们已经谈恋爱谈了2-3年嘛，突然间就没了一个在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人，去到哪里都会
回想到我们一起的时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心情。就没有人每天会问候我啦，每天有传简讯，然后可以聊天，然后在周末的时候，也就突然间好像我有很多时间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一直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啦，一直会go down that bad spiral 啦 of emotions，yeah。我对于死亡这个 topic 啦，我是算是蛮看得开的，所以我不会好像说一直执着于说他不在了还是什么这种东西。我会伤心，当然是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啦。You know my profession 对，我就是deal with这种很多的呀。所以我跟人家讲let go 啊 let go 的时候，我也是要跟自己讲 let go 的嘛。我们都要相信说他已经是在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是去让他留恋这个世界，就是尽量occupy my time， 去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，像我就去学打鼓啦，不要让自己一直在那个很黑暗的情绪里。那时候还流行 Facebook 嘛，好像是每一个月过了之后，我都会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，好像一个 live update， 然后跟他说我现在怎么样啦，我就在那边这样写着，就感觉到好像有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他。其实我觉得我是心里还没有放下啦，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我是 OK 了，可是我也发现到了，每个6月我会一直想他，所以很多他的照片我都全部都躲起来。如果你去我的家的话，没有他什么照片的。我觉得我是需要那一段时间，一个人走出那个非常黑的示范情。我知道我妈妈也是不要我每天都在那边伤心的。几个月后，慢慢就情绪比较稳定了，可是还是觉得就会开始自责，说为什么这么快的时间内我就能够放下这件事情，觉得对他也感觉到很惭愧咯。对，为什么时间会把这样的东西淡化了？一直在挣扎着，就理智上知道说自己 it's good to move on, right? And I should move on. 可是就觉得怎么可以啊？有时候朋友也是会提醒我说，他不会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毁了人生，他会希望看到我开心、谈恋爱，然后有组织自己的家庭。所以那时候我心情稳定之后，就开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还认识很多朋友嘛，就会问自己啦，就是这个人我会不会想要跟他谈恋爱啦？后来跟我就是现在是我的老公，因为我们之前是朋友嘛，他已经知道这个故事，他不介意。对，偶尔会当我想起他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一些他跟他的时光，还是会有那个惭愧的心情。不过我就提醒自己说，他会替我开心啦。就比方说那种清明节啊，还是就是说有节日之类的，我都会一定会去尽量的去拜他了，就是尽量的去 remember 他。比方说我喜欢喝茶，谁启发我的是他，所以我都会以这种方式去很subtly的去提醒自己哦。我很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好像他去世了，不懂几年过后，我就说，他声音听起来怎样？我忘了。幸好他有 video， 你知道吗？他曾经有在网上走红过。对，在马来西亚的internet， 那个时候在 TikTok 上面，我 scroll 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有人把他的 video 做成一个 sound， 我就为什么有这个声音啊？然后我说 Oh my God， 真的有人把他做成声音。其实现在的话，我已经忘记掉我妈妈她的声音是这样了。我有点怕，如果以后她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是认不出她。这个项链就是她的。我也是每次都会出去穿他的衣服啊，拿着他的钱包啊，那些东西。我也会问我的家人他是怎样的人，慢慢了解他咯。他们全部都说我跟他一模一样，我讲话跟他一模一样，我做东西也跟他一模一样。听到了这些东西，我是会蛮开心啦。
我的家人就会分享给我他的生意的 journey。他的衣服的生意以前是叫 Cotton Candy 的，他的 store 是蛮 popular 的。我有一个 goal 啦，就是我想继续他还没完成的事。我知道以后我也是想开一个做衣服的生意。比较少说特别去怀念他，还是回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光。但是如果有回想起的时候，就觉得这是一个 like my own special memory with him。我婚礼当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就是 What if it didn't happen？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也可能不会认识我现在的老公。所以我现在有2个孩子，我觉得他会祝福我，也会替我感到非常的骄傲。其实我不喜欢人家讲东西的嘞，我不喜欢人家讲说什么节哀顺变啦，因为我觉得说it's like say for what 我宁愿他是静静的陪着我，然后跟我一起回忆这个人的过往，我觉得这个是帮助我 process 的一种方式咯。所以 I think 为什么我会愿意说来到这边，然后分享这个故事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啦。就是说我们一直逃避把它放在里面，也不是一件好事啦。我觉得反而讲出来会比较好一点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有些朋友或者可能不是这么熟的朋友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当我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就可以感觉得出他们在 avoid the question，就不敢问我说我现在怎么样啦。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啊，你就问我如果不想说我就不说，可是你不问，我就觉得好像怎么大家好像很奇怪的 vibes 啦呀。我觉得要问候一个人是可以的，当然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分享他的心情的，那就没关系，不需要这么刻意的避开话题。好好活着，我们是他们的一种精神的传承，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是把这份精神，我们的人生活好，do 他们 proud 咯。你看，我已经失去了我妈妈15年了，但是说她的话，我还是会变得这样。如果你还是觉得难过的话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。如果你心里面觉得这样，也是还 OK 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是 cope very differently。你可以靠人家，可是你还是要 make the effort to 自己 improve 啦。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把周围的朋友跟家人推开，就是当他们 reach out to you， 可能你觉得你不是很想讲话，不是很想出去，可是其实你如果让他们带你出去，或者是带你去做其他的事情，会对你有帮助。我觉得过世的人都不会希望我们因为他而影响我们的人生，所以要有那个勇气去面对事情，然后走出那样黑暗的时光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。分享，拜拜拜拜。